我哋咧都可能遇過以下嘅情況嘅，男朋友會好希望我哋一齊參加一啲我哋唔感興趣嘅活動。有陣時朋友咧會試圖越界咧，去問一啲我哋唔想分享嘅個人私隱。家庭聚會嘅時候咧，有陣時父母啦、親戚啦，會冇問過我哋嘅意願啦，冇徵詢過我哋意見咧，就擅自安排活動。當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你會點做呢？其實呢一切都係源於我哋冇呢個邊界感。大家好，我係阿 V，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呢本書叫做《好的愛有邊界》，作者咧係叫做吉祥，佢係一位著名嘅心理學家同埋婚姻輔導師。喺親密關係嘅領域咧，佢有住深厚嘅理論同埋實際實踐嘅基礎。喺呢本書裏面咧，佢運用咗自己多年嘅經驗，就寫出咗呢一本咧愛與界限嘅書啦。我哋成日會以為咧，愛同完全放棄自我咧，會將佢哋咧畫上等號嘅，認為愛咧就係無條件付出同埋服從。但係事實上咧，咁樣嘅觀點往往就好容易導致關係嘅失衡啦，或者係扭曲嘅。缺乏界限嘅愛咧，往往會導致情感嘅依賴啦、失衡啦，甚至有陣時會造成虐待嘅。過度黐身啦，失去咗自我嘅親密關係咧，其實係一步一步咁走向破裂。相反咧，書中鼓勵我哋保持適度嘅自我，尊重彼此嘅需求，立有界線，咁樣咧就可以建立起持續嘅美好關係。有邊界嘅愛咧，先至會有安全感嘅。書中有個例子好好嘅，冇界線嘅關係咧，就好似一間屋冇咗大門，任由人自出自入，你毫無規程咁開放俾任何人入嚟。界線喺邊度，安全感就喺邊度。健康嘅界線係令到我哋更加有安全感嘅。作者嘅觀點咧，就顛覆咗我哋一啲傳統嘅認知啦，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全新嘅角度去睇愛同埋親密關係、家人嘅關係、愛情嘅關係。首先咧，愛本身係一件好美好嘅事啦，無論係戀愛啦、父母嘅愛啦、朋友嘅愛啦。但係如果冇適當嘅界限咧，佢會好容易變質嘅。譬如有啲人喺愛情裏面咧，就過度追求佔有啦，同埋控制，將另外一半咧就當成係自己嘅附屬品。呢一啲愛咧，往往咧就會扼殺咗對方嘅個性啦，同埋自由嘅。相反，如果雙方咧都尊重對方嘅界線，欣賞對方嘅獨立性咧，呢種愛情咧就會發展得更加好啦。設立界限咧，並唔係代表拒絕或者對人冷漠嘅，而係建立喺互相理解同尊重嘅基礎。界線咧應該係好soft、好柔軟嘅，可以有彈性嘅。雙方可以喺溝通啊，喺不斷嘅協調去調整咧，建立適當嘅界線。唔單止咧唔會產生矛盾，反而咧係維護健康關係嘅關鍵嚟嘅。設立界線咧係為咗更好咁維護自我啦，而唔係刻意去疏遠其他人。有咗適當嘅界線咧，避免過度嘅依賴或者佔有咧，去耗盡我哋嘅精力，我哋先至可以更加好去照顧自己嘅情緒同埋需求。繼而有能力去照顧其他人，先至有好嘅情緒去體諒對方、愛對方。你間屋有門，唔代表唔俾人入嚟㗎，而係響你準備好嘅時候咧，好歡迎人哋進入。書裏面咧提到一啲好具體嘅案例嘅，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例子一咧，一個工作壓力好大嘅事業型女性咧，經常都要加班。咁終於有一日咧，佢就精神崩潰啦。佢發覺佢需要喺自己嘅生活裏面啦，或者其他方面咧，都要留啲時間同埋精力。所以即使我哋喺工作裏面，我哋都要學會保護自己嘅界線，合理咁樣將時間安排好自己嘅時間同埋精力。例子二，一對年輕嘅情侶咧，係啱啱開始交往嘅時候咧，就係如膠似漆啦嚇，成日都會黐埋喺一齊，連去廁所咧都要手拖手嘅，朋友聚會咧都一定要係一齊參加嘅，好似連體嬰咁，咁好正常嘅，年青人啊嘛，甚至成熟嘅人都會啦，所以近嚟咧就流行咗一個詞語啊，戀愛腦係嘛？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兩個人就會失去咗方向，失去咗獨立嘅思考。佢哋嘅行動能力啦，都會失去咗一啲好自主嘅行動能力，陷入咗過度依附嘅情況。所以即使喺戀愛關係裏面咧，我哋需要保留一啲適當嘅個人空間同埋自主權。例子三，一個媽媽咧，好多時都會過度關心自己嘅仔女啦，佢哋嘅功課啦，佢哋嘅起居飲食啦，全程都要監督嘅。咁個細路仔咧就好自然失去咗自主嘅能力。我哋而家見到好多10歲嘅細路都唔識得自己綁鞋帶啦，都以為咧蘋果係黃色啦，係咪啊？當佢長大咗之後咧，內心就會充滿焦慮同埋叛逆嘅。咁所以呢個例子咧就可以睇到，就算做父母咧，都要有適當嘅界線去給予仔女咧有一個自己發展嘅成長空間。我哋可以睇到喺家庭啦、戀愛啦、工作啦，各種嘅人際關係裏面咧，都需要學去建立一個維持適當嘅界線。呢個唔單單係保護我哋自我，仲係有助於我哋增強彼此嘅信任啦，同埋理解。只要每個人咧學會尊重彼此嘅界線，我哋先至咧能夠建立好健康又和諧嘅人際關係。喺生活中咧，有一啲設定界限嘅方法嘅。我有個啱啱入職場嘅朋友啦，比佢年輕嘅，佢嘅上司咧就經常要叫佢加班，有陣時咧放咗工都會打電話俾佢咧，叫佢處理一啲工作上嘅事，令到佢好有壓力，佢連休息都唔夠時間。後嚟咧，佢同上司傾啦，就明確表示話俾佢聽，放咗工之後咧就係自己嘅私人時間，除非好緊急嘅情況，一般咧佢就唔會聽工作嘅電話嘅。經過溝通之後咧，上司都理解啦，同埋尊重佢嘅界線，雙方嘅關係咧都變得好融洽，合作好愉快。喺親密嘅關係裏面咧，設定界限都係同樣重要嘅。我有個朋友咧，佢嘅男朋友對佢嘅社交圈子咧就好干涉嘅，甚至咧唔準同佢同啲男性朋友接觸，就算係舊同學識咗幾十年咧，都唔可以俾佢見嘅。久而久之咧，我呢個朋友就覺得哇，好壓抑啊，係嘛？咁樣真係好唔信任啦，係嘛？咁後嚟咧，佢同朋友坦誠佢嘅需求啦，同埋佢嘅感受咧。經過坦誠嘅溝通之後咧，最後咧都可以達成共識。男朋友咧亦都尊重翻佢嘅個人空間嘅。最後咧，同家人溝通嘅界線咧，通常就係比其他人比較複雜啊，同埋係困難嘅。家人之間嘅關係咧，好多時就更加親密啦，好特殊啦。佢哋可能咧，因為出於關心啦，或者一啲習慣咧，而會越界嘅。所以喺溝通嘅時候咧，我哋就更加需要體諒同埋耐心啦。譬如我哋可以同長輩話：我知道你係出於關心嘅，但係有時候咧，你呢個行為咧，會令到我覺得咧好有壓力。我哋可唔可以傾下咧？點樣可以喺關心同尊重之間咧，揾到一個好啲嘅平衡咧？可以嘗試積極嘅方式提出訴求，而唔係簡單咁表達不滿。你唔好理我啲嘢啦，你唔好搞我啲嘢啦，咁樣
就唔好咁樣表達。或者可以講話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互相尊重對方嘅界線咧，我哋嘅關係咧會好啲嘅。你可唔可以俾翻一啲私人空間我呢？另外要求屋企人啦，可以一齊去參加制定呢一個界線啦，或者一啲規則啦。譬如大家一齊去傾下每一個禮拜邊一個屬於私人時間，有邊一啲嘢係需要徵求對方同意嘅。譬如入我間房啦，開我嘅櫃桶啦，係嘛？呢啲咁嘅參與咧，唔單止係令到每一個人可以表達佢嘅訴求啦，表達佢嘅諗法咧，亦都好有利於咧達到一個共識嘅。喺唔同嘅場合裏面咧，設定適當嘅界線咧，都會帶嚟一啲意想不到嘅好處嘅。佢唔單單係為咗滿足我哋個人嘅需求啦，亦都係改善人際關係嘅，令到關係更加和諧啦，同埋穩定嘅。關鍵咧就係要學識坦誠嘅溝通，彼此尊重，揾到一個最好嘅平衡點。喺日常生活中咧，同唔尊重我哋嘅界線嘅人溝通咧，係一個幾棘手嘅問題。喺同對方溝通嘅時候咧，保持冷靜。有時候咧，唔尊重對方嘅界線嘅行為咧，唔係一定出乎於惡意嘅，佢可能出於無知啦，同埋一啲習慣嘅。好似我哋媽咪咧，有陣時都唔會問我哋啦，就入我哋間房啊，開我哋嘅櫃桶啊，睇我哋啲日記啊，抄下我哋啲嘢啊咁樣。要學會坦誠咁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需求。譬如你可以咁講啦，我知道咧你係出於關心嘅，但係咧你呢個行為咧，我覺得你侵犯咗我私人嘅空間咯。我需要保持返一啲自己嘅時間同埋私隱啦，希望你可以理解我啦。用我呢一個主持去表達，就避免咧指責對方，就唔好話你唔可以咁樣入嚟我房，你唔可以睇我啲日記，就唔好咁樣啦。重點將自己陳述自己嘅立場。另外咧就要適當咁解釋清楚點解你要設定呢個界限呢？譬如我哋可以同伴侶講，我設定呢個界限咧，係為咗可以好啲去平衡生活，可以減低壓力啦，保持更加好嘅狀態。如果你理解同支持咧，咁我就可以更加好投入工作，咁翻到嚟咧就能夠擁有更好嘅時間去陪你啦，或者陪伴屋企人啦。有時候咧，對方可能一時之間好難接受我哋界線嘅要求嘅，呢個需要我哋反覆嘅溝通啦，耐心嘅解釋啦。如果對方咧真係好固執己見嘅話咧，我哋咧就可以建議請求下第三者去幫忙化解分歧，總好過咧一味喺度忍嘅。好多人咧會擔心如果自己設立咗好明確嘅界線，人哋會唔會覺得自己好難相處呢？其實設定界限咧並唔會令到你咧覺得難以相處嘅，反而咧會增強咗人際關係。首先我哋要理解設立界線並唔係意味住你係一個冷淡同一個孤僻嘅人嘛。相反，咁樣係表示你係一個好懂得自我照顧嘅人，你好清楚自己嘅需求同埋底線，而且勇於去捍衛佢哋。呢種自我嘅意識自我嘅認識同埋坦率咧，反而會令到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可靠同埋值得信任嘅人。其次咧，適當嘅界線嘅設置，實際上係可以增強建立人際關係嘅。當你明確表示自己嘅諗法同埋需求嘅時候咧，反而可以避開一啲矛盾嘅升級，因為你令對方知道可以點樣尊重你，點樣同你相處。相反，如果你淨係忍咁，最終咧就可能導致咧情緒爆發啦，忍唔住咧，反而咧就會傷害關係啦。
大多數嘅人咧，其實都會理解同尊重有界線嘅人嘅，因為佢哋知道每一個人咧都需要自己嘅空間啦，都有自己嘅私隱嘅。只要你用一種溫和友善嘅方式去講你自己嘅界線，而唔係用一個命令嘅態度咧，對方通常都會接受嘅。用溫和嘅方式咧去表達界線咧，並唔係好難嘅。關鍵在於用我呢一個字提出友善嘅建議，呢樣咧不單咧就可以更好咁表達自己嘅諗法，亦都有助於咧對方去理解你嘅情況啦，去大家互相尊重彼此嘅關係。我自己咧就係一個好尊重界線、好注重界線嘅人嚟嘅，從小都係咁。但係我咧從未話因為咁樣咧而覺得俾人排斥，相反我嘅朋友同屋企人咧都好尊重我嘅個人空間嘅，因為佢哋好清楚知道我嘅需求啦。我哋嘅關係咧反而咧係好融洽同埋持久嘅，因為雙方咧都學咗互相理解啦，同埋互相協調。所以咧係唔需要擔心設立界線設立適當嘅界線咧，並唔會令到你變得難以相處。相反，佢會令到你咧成為一個更有魅力嘅人，更加受人尊重。只要你用溫和理性嘅方式表達自己，大多數人咧都會理解同埋接受你嘅做法嘅。你對呢本書嘅內容有乜睇法呢？喺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